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的占有欲有多离谱？仔细看杨紫的裙摆，连工作人员的醋都吃。在大分赛场上，余生夫妇闪耀登场，他们在名利场中一同畅游花丛。肖战面对众人的注目，毫不犹豫地保护着杨紫的裙摆，宛如一个守护者般时刻陪伴左右。当两人一同上台领奖时，当杨紫起身时，肖战的身体已经做出了反应，想要为姊妹提起裙子，但可惜杨紫已迅速离开，就像脚踩风火轮一般，肖战只能匆匆追赶在后面。杨紫的身姿轻盈，步伐如飞，这意味着裙摆并不会成为他行进的障碍。然而，战哥仍对裙摆可能会绊倒姊妹感到担忧，因此，在这个场景中出现了姊妹走在前面，战哥在后面追赶并搞笑地拉扯裙摆的画面。如果其中一人不情愿，这些努力都将付之东流。战哥忙碌地跟在姊妹的背后，乐此不疲。即使在上台时，他也要冲上前去为杨紫拿奖杯。请问，这个奖杯会不会被烫手呢？战哥竟然能做到这一步。他们两个在舞台上下场的时候，转身的方向居然是完全同步的。战哥一直低头对姊妹说话，而且他们下场时还在开心地笑着。当遇到楼梯时，战哥甚至拿起了姊妹的裙摆，一直不愿放手。姊妹不时回头交流，显然她也意识到了战哥的贴心之处。战哥轻轻地举起，轻轻地放下，小步追赶，他们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细致入微的关怀。战哥在发言后，将话筒递给了工作人员，希望能空出手来，亲自为杨紫提裙子。然而，他没有料到的是，在过程中被工作人员抢先了。这让战哥感到狼狈不堪，手足无措，只能傻傻地跟着，一直用目光盯着杨紫，等待机会。当他看到别人提裙子不够好时，果然抓住了机会，决定主动出手。现在，主动权已经在肖战手里，而决定权则掌握在杨紫手中。这个晚上，战哥表现得像个宠溺的丈夫，跟着老婆到处走，不许看任何人或去任何地方。虽然提裙子这一幕看起来只是哥哥绅士的行为，但很多人当时并没有过多解读。直到几年后，大家才渐渐意识到，这是肖战唯一一次在如此盛大的场合中为杨紫提裙子，并且除了杨紫之外，别无他人能引起他的注意。也许是因为杨紫的裙子十分漂亮吧，或者说，这个人本身就很出色。有网友曾言之准确，无论余生夫妇是不是真的男女朋友，不能否认的是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段深厚的情感，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，顾魏与林之孝相伴相守，过着美好而和谐的生活。就现实来说，杨紫是唯一一个能让肖战在外界无论有多少镜头盯着他，多少只眼睛等着揭露他的女生，他都乐意为之暴露真实身份的女孩。肖战见到姊妹时，他的笑容如此灿烂，无法掩藏。他能够轻松地管理自己的表情，并忍不住地与她交流。在名利场中，肖战总是能够主动地与姊妹聊天，毫不畏惧谣言传闻。对于其他合作演员，战哥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生怕引起绯闻。只有与姊妹在一起，战哥才会不顾一切。即使肖战和杨紫只是朋友关系，那也像是最亲密的闺蜜一样。肖战的占有欲有多离谱？仔细看杨紫的裙摆，连工作人员的醋都吃。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名利场上，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无数双眼睛捕捉与放大。但有些细节，即便过去多年，再次被翻出来，依旧让人津津乐道，甚至会心一笑。就像那次盛典，肖战与杨紫同框时发生的提裙子事件。
原本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场面，却因为肖战的一系列举动，被网友们解读出一种占有欲满满的氛围。舞台上的守护者，从眼神到动作的全方位跟随。那天，两人作为余生，请多指教的主演一同亮相。红毯、舞台、领奖，这些本就该是耀眼无比的高光时刻，但观众的视线却被另一种细节故事牢牢吸引。杨紫身着一袭拖地长裙，优雅大方，裙摆随步伐而轻轻摇曳。对于女明星来说，这样的裙摆或许是增添气质的必备，但在舞台上也难免有磕绊的风险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肖战似乎比杨紫本人还要紧张，他的眼神几乎全程都在关注着裙摆的位置，每当姊妹起身或走动，他的身体都会下意识地往前探，仿佛随时准备伸手去帮忙。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绅士风度，更像是某种根深蒂固的保护欲。试问，一个演员能在全国观众的镜头下，顾不得自己的偶像包袱，弯腰提裙子，这种场景能发生几次？意外的醋意，连工作人员也不放过。真正让网友们惊叹的，还不是肖战帮杨紫提裙子的举动，而是他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一次暗暗较劲。在杨紫走下台阶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出于礼貌和安全考虑，率先伸手去扶她的裙摆。按理说，这再正常不过，但镜头捕捉到的肖战却在那一刻显得微妙而狼狈。他原本已经准备好要上前，却被工作人员捷足先登。那一瞬间，战哥愣住了，眼神甚至透出一丝不甘与无措，像个被人抢走糖果的孩子。然而，战哥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，他紧紧跟随在后，等到发现工作人员的动作并不够专业时，立刻又重新接管，把裙摆小心翼翼地托起，动作轻轻，生怕弄皱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神中甚至带着点醋意，好像在说，这种事情除了我，别人都不行。连工作人员的手都能让他吃醋，这种占有欲，网友们看了都忍不住笑出声。有人调侃，战哥这是把姊妹当成了自家人，谁都别想插手。舞台上下的默契，同步的步伐与不经意的笑容，真正让人心动的是两人在舞台上的细节互动。当宣布获奖时，两人同时起身，杨紫脚步轻快，像是踩着风火轮般迅速往前走，而肖战虽然稍慢半拍，却立刻加快步伐紧随其后。他们的步伐方向几乎完全一致，转身、下场、上台，宛如经过无数次默契排练。而镜头还捕捉到一个温馨瞬间，肖战在发言后，把话筒递给工作人员，空出双手，专门去照顾杨紫的裙摆。那种把一切交给别人，我只负责照顾你的感觉，简直就是宠溺的写照。更难得的是，杨紫并没有因为这种举动显得不自在，相反，她时不时回头，带着笑意与他交流，甚至在被提裙子时还露出一丝俏皮的表情。这种互动不是客套的客气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舒适与自然。唯一的特权，只有杨紫能享受的待遇。回顾肖战过往的公开场合，他几乎从不与其他女明星有过如此亲密的肢体互动。无论合作再多，关系再好，他始终保持着分寸感，因为他深知稍有不慎便会被放大解读，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绯闻。但在杨紫面前，他却像是完全卸下了心防。无论是舞台上的主动照顾，还是台下的低头交流，他都毫不避讳。仿佛在他的潜意识里，杨紫与别人是不同的存在，她拥有某种专属特权。也正因如此，这次提裙子事件才显得如此独一无二。直到几年后，网友们才意识到，那是肖战在公开场合中唯一一次如此大方地为一位女演员弯腰提裙。而这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杨紫。
真情还是友情？平行时空里的顾魏与林之孝。有人说，肖战与杨紫之间的感情未必是爱情，但一定是真情。他们因余生，请多指教结缘。剧中的顾魏与林之孝是彼此唯一的依靠，而戏外，他们的互动也延续着某种平行时空的浪漫。无论现实中他们是否是恋人，那份默契与信任都已经超越了普通合作伙伴。网友们常调侃，在另一个时空里，顾魏与林之孝或许真的携手走到了一起。而在现实中，杨紫是唯一一个让肖战愿意冒着被误解风险，也要展露真实情感的女生。试问，若非深厚的情感，又怎会让一个以谨慎著称的顶流，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，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占有欲与宠溺？一段值得铭记的温柔。提裙子事件看似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但却折射出肖战与杨紫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。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，那份不容旁人插手的占有欲，那份舞台上下的默契，让无数观众在回味时仍忍不住嘴角上扬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余生夫妇效应。他们未必是情侣，但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彼此最懂的人。有些情感不必点破，有些瞬间足以成为永恒。哪怕时光流转，哪怕热度褪去，那个在盛典舞台上弯腰提裙的肖战，和那个被温柔守护的杨紫，都会成为粉丝心中难以磨灭的画面。